我不恨。你恨吗？清冽的声音深藏着一点压抑，在沉静的屋子里响起来，打破了一片安宁。他就是大兴王朝帝王宠爱的五皇子信王萧长卿。凤儿拂开珠帘，掀起一阵珠玉相撞的凌乱声。萧长卿疾步走到他面前，隔岸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顾青之，你恨我吗？为何恨？就在今日午时，我亲自奸斩了你顾家69口人，包括你不满3岁的侄儿。说出来，他的心没理由的忐忑。他紧紧地盯着顾青之的双眸，企图从那里看出一点憎恨、厌恶，甚至一丝痛苦。可惜他失望了。顾青之依然是那么波澜不惊，那么平静的近乎冷血，仿佛他在说着和他无关痛痒的事情。顾青之，你没有心，你的血是冷的。萧长卿压抑着堵在心口的愤怒，声音从齿缝中溢出来。顾青之不爱他，一点也不爱。纵使他千人称赞万人追捧，在顾青之的眼里什么都不是。萧长卿想，他既然不爱，那就让他恨好了，至少他能够看到他那双美得叫人窒息的眼眸兴起涟漪。可他终究唯有失望。他宠爱别的女人，他不妒；他纳他表妹，他也不哭。今日他被父皇下旨亲自监斩他满门，他也不恨。殿下何至于如此？君强臣弱，臣强君弱，不过是一场权力的博弈。顾家落入今日的结局，是爹爹技不如人，输了便愿赌服输，心服口服，何来怨恨？今日若是顾家胜了，殿下也同样会沦为阶下囚，甚至性命难保。陛下将会成为看臣子脸色度日的傀儡之君。至于顾家的人被牵连，并不无辜。迎上萧长卿放大的瞳孔，顾青之清楚地看着他澄澈的眼底，倒映着仪态端庄的自己。他们生在顾家，顾家权势滔天之时，他们享受着顾家的威望带给他们的荣华富贵。如今顾家倒下，自然要一并承担落败之后的代价。这世间哪有人只得好处，没有丝毫付出呢？我身为顾家女，为何要恨？殿下育人先姿，我尚在闺中每每逢宴，便能够听到香闺娇音对殿下称颂不已。至今都还记得，第一次听到殿下的名讳是5年前。殿下以15岁之龄，文征国子学诸位大儒，惊艳世人。哼，惊艳世人，却唯独惊艳不了一个你。殿下太执着，亦或是得不到的更难割舍。我9岁那年，我母亲在病榻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这一生万事皆可为，唯独不能对男子落了心。在我母亲闭上眼的那一瞬，我的心就也随着她而去。一个无心的女人，自然是无情。轻轻地吸了一口气，顾青之面上一直保持着一抹娴静的笑意。母亲说，这个世间的女子唯有绝情才能够活得快活自在。殿下你看，我父亲待我母亲何等敬重，他去后宁可无嫡子也不再续弦，但我母亲依然郁郁而终，那是因为他贪心了。父亲身为顾家的家主，如何能够身心皆属于他？
母亲深爱着敬她的父亲，却得不到同等的一心一意，又不愿自己成为一个善妒丑陋的女人，就只能把所有的不快与痛全然压在自个儿的心底，才会郁郁而终。这都是动情的错。青青，父亲尚且如此，更遑论是殿下。顾青之凝视着萧长青。殿下，从陛下赐婚圣旨传到顾家的那一日，我就知道顾家会有今日。顾家终究会撞得头破血流，你我的婚姻也终将会走到尽头。我如何会对殿下动情呢？论起来，世间男儿，殿下真的极好，文武双全，人品贵重，端方君子。要怪，只能怪顾青之不是一个眼睛只看得到男女之情，只看得到后宅1亩3分地的眼浅女人，故而殿下的一片痴心注定是错付。终于强撑不住腹中刀绞般的疼痛，尸如带着血腥的气息不断的下坠。青青，萧长青慌乱地冲过案几，将顾青之抱在怀里，就看到他的身下大滩血迹，顿时惊恐而又不可置信地看了虚弱的顾青之一眼。御医，快去请御医！殿下。顾青之的声音终于染上了一点虚弱，这是他第一次像个柔弱的女子躺在他的怀里。他对他笑，笑得犹如盛开的幽潭，静谧的美又笼罩着黑夜的凉。我不但是个无心无情的女人，还是个狠绝毒辣的女人。你看，我连亲生骨肉都能够下得了手。别说了，别说了，求你别说了！顾家没有了，顾家的女儿也不能活。她活着，只会让世人难以淡忘陛下的铁血与冷厉，而我顾青之的骄傲也不允许我看人脸色，苟延残喘。巨大的痛过后，顾青之又恢复了平静。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活在阴森森的皇家，太艰难，太可怜。我便是这般自私。既然我护不了他周全，给不了他欢乐与无忧，那我就不愿将他带到这个人心复杂的世界。顾青之，顾青之，你好狠，你真的好狠！顾青之不想活，谁也阻止不得，谁也救不下。顾青之，帝都9绝之首，琴棋书画、女工厨艺样样好，堪称闺阁贵女的典范。但谁也不知道，这个爱了他3年的枕边人也不知道，他最擅长的是调香。今日的香，他用了藏红花以及连生桂子花的花枝。他没有让萧长青碰那香，他不爱萧长青，亦不恨他，他只想他的黄泉路上干干净净，没有爱恨痴缠，没有算计纷争。他也相信萧长青不会死，他还有母亲，还有兄弟，还有他执着的天下。殿下，愿你早登大榜，去争天下吧，
去做那一个注定要杀兄屠弟，甚至弑父的孤家寡人。思绪渐渐清晰，顾青之掀开了眼帘，蔽日蓝天，云絮飘动，一群飞鸟掠过。他动了动手，才发现自己竟然漂浮在水中，想要动一动，惊觉浑身乏力。为了避免下沉，顾青之放松身子，只能转动着眼珠。我怎么会在此？顾青之在心里困惑不已。此刻他只能保持着漂浮状态，只凭自己是绝无可能游上岸，希望有人能路过将他救上岸来，或是待他蓄上1-2分力气再做打算。幸得河水平缓，他应当不会被冲走太远。按下杂乱的思绪，顾青之闭上眼，一些杂乱的画面冲入他的脑海里，让他大脑一阵晕眩胀疼。好一会儿他才重新睁开眼睛，神色极其复杂。志怪画本里才有的离奇之事竟然被他遇上。他此刻已经不再是顾青之，而是活在了另一个刚刚咽气之人的身体里。这具漂浮在山野河面的浮尸还不是旁人，而是赫赫有名的西北王沈月山嫡女沈西河，右宁帝清风的昭宁郡主。他为何会横死江中，乃是因为沈月山要将他送回京畿。他从江南西道舅家出发，行船至，刚入荆州，在船上被自己贴身大丫鬟一把推入了江里，飘到了此处。顾青之死于佑宁19年4月5日，此刻是佑宁19年4月6日。沈西河在江中漂浮了一夜，由于体弱，直到方才刚刚咽气，而他莫名其妙地在沈西河的身体里醒来。他闭上眼睛，希望沈西河自己能回来。这个世间他已无牵挂，并不奢望再活一世。他不知道飘了多久，虽则没有遇上危险，可心底却越发觉得他大概是真的要成为沈西河活下去了。怅然睁开眼睛，恰好捕捉到一个黑点从天而降，迅速放大，朝着他直冲而来。浑身乏力的他在生死一刻爆发出了力量，迅速翻身朝着一边游去。一上岸他就瘫倒，大口大口喘气儿。仙人道，浑身力气抽干，再也抵不住黑暗的吞噬。合上眼帘之前，似乎看到不少人朝他这边奔来。郡主，郡主，郡主，郡主！清晰听到焦急的呼喊，沈西河才彻底放任自己昏迷过去。睁开眼，入眼的是桃花缠枝切兰丝罗帐，暖香融融，点的是木香、乳香、阿魏枝等调和的合成香，具有化浊解瘀痰和活络通脑经的功效。一念划过，沈西河才惊觉自己的嗅觉竟然如此敏锐。郡主，可算是醒了。珍珠因着沈西河娘胎带出来的不足之症，自幼学医，大步而来，先给沈西河诊脉，感觉到沈西河脉象渐有平稳之势，才松了口气儿。郡主可有何处不适？沈西河摇了摇头，他也通晓一些医理，知道此刻体内的疼痛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全部缓解。玲珑呢？郡主，玲珑姐姐也跳下船去救你，此刻还未寻到。沈西河有6个贴身丫鬟，大丫鬟珍珠和玲珑，下面是紫玉、碧玉、红玉和墨玉。除了珍珠，其他5人都是5岁来的沈西河身边。碧玉和墨玉是家生子，玲珑和紫玉、红玉是外面买回来的，他们一起长大，亲如手足。好一个救主儿我！郡主，沈西河唇角凝着冷笑，让珍珠脸色微变。
聪慧如他立刻会意。是玲珑将您推下船，让墨远上报官府，绝不逃挪。玲珑姐，紫玉立刻改口。玲珑为何要这般做？在紫玉看来，沈西河是这世间再好不过的主子，让他们学文习武，便是资质愚钝的文武不通，也是择其所长教养。他们吃穿用度，便是许多官家姑娘也是及不上的。你们可有看到我手中之物？婢子这就去取来。闻言，沈西河心安了一瞬。果真是仙人桃，可曾看到其他人？沈西河记得清楚，落下的黑点最后明显是个人形，应该是有人从悬崖上落下，而这仙人桃长在峭壁岩石之中，那人也许就是为了采摘此物才不慎失足落下。未曾。退下吧。沈西河便躺了下去。换个玉匣子放置。诺。珍珠恭敬应声，带着紫玉轻手轻脚地退下。郡主，这是近日京都传来的消息。自从沈西河被救回来之后，就命人时刻注意京都动向，每日底钞也得最快奉上。珍珠双手自然放松，贴于小腹，静静地看着沈西河。她发现郡主变了。以前的郡主聪慧却多愁善感，生在西北那样民风彪悍之地，却依然像是从未经风沙的娇弱牡丹，华贵而又孤傲。自从离了西北之后，郡主就变得沉默寡言，玲珑叛变之后，更是一言一行沉着睿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褪去了那一份柔弱之美，成长为一株傲视群芳的花黄。现在的她总是不自觉在郡主面前多了一份小心谨慎。郡主明明没有正颜厉色，也没有目露威严，可是她只要淡淡的一瞥，就让他们感觉到威压。沈西河看着今日的文书，是西北王安插在京畿之人传来的。范家果然被冠以构害良臣和残害皇嗣的罪名。见此，沈西河眉目有了一丝舒展。珍珠从这细微的变化中感受到此刻沈西河心情极好，忍不住瞥了一眼文书，便道：原来故乡竟然是被范家诬陷，可惜顾家满门皆已被斩首，陛下竟然也愿意为顾家平反。由不得咱们陛下不愿。沈西河随手割下文书，半依美人榻，半垂眼帘，似睡似醒，姿态慵懒，却又优雅迷人。这样的风情，珍珠一个女子看着都忍不住心跳加速，是郡主以往从未有过的魅力。佑宁帝用了范家做刀，刺穿了顾家。唇王齿寒，崔王薛三家只为自个儿利益，也得要联合打压范家，否则范家下一个要对准的说不定就是他们。同时让佑宁帝知晓世家之权不可撼动。没有缺口自然不行，可顾青之已经为他们撕开了口子，他们怎能不穷追猛打？沈西河闭上眼睛，享受着枝叶间落下的斑驳晨辉，暖光包裹肌肤荧光，风情万种。顾青之，你可以安息了。从今而后，事无顾青之，唯有沈西河。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准动。郡主，我们不仗义相助吗？莫远心下大急。追杀人的也不见得是穷凶极恶或是被逼无奈，而被追杀者也不见得是无辜可怜，也许是咎由自取。这就是沈月山的选择吗？看来荣贵妃的圣宠还真是深入人心。顾家为了顾青之选择了荣贵妃的长子献王萧长清，而沈月山为沈西河选择了荣贵妃的幼子萧长莹。两个老谋深算的人都看好荣贵妃呢。
今日换做任何一个皇子，沈西河都愿意尊重沈月山，唯独萧长青兄弟俩不行，他有些膈应。我们走。沈西河轻声吩咐了莫远一声，转身欲往后面的路绕开。莫远急得脑门发疼，王爷费了多少心思，就是希望烈王欠下郡主一个救命之恩，但郡主今日视若无睹。可这沈西河都走了，莫远也不敢违背不说，如果他执意去救的话，岂不是暴露了他们认识萧长营？暴露了这不是一个巧合。萧长营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样的女人，见到这么血腥的厮杀，非但不怕，眼睛不眨，还能说出这被追杀的人也许是咎由自取的话。最关键的是，他竟然真的就这样对他的困境视而不见，身姿翩然地转身离开，简直是岂有此理啊！肘弯一转，长剑挽起刺目的剑花，寒冽的剑光闪过，萧长营不理后辈的攻击，一剑杀死前方2个杀手，身形一旋间，手中一物朝着沈西河抛过去。一声脆响，一块火红的玉不偏不倚地落在沈西河的脚边。佑宁帝赐给每一个皇子12岁的生辰礼，都是一块象征着他们身份、雕刻着他们名字的玉佩。尽管也会有人假冒，可是这等事儿只能宁错勿纵。方才他还可以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现在却是不能。明知皇子被追杀而不救，那是要灭九族的大罪。如果萧长营在这里死了，他也得陪葬。佑宁帝正好有借口处置了沈月山。救人。等到莫远将所有人都解决，萧长营半跪在地上，他已经筋疲力尽，手中的长剑抵在地上，才能够勉强支撑住他的身体不倒。请恕臣女方才有眼不识泰山，幸得殿下还没死。幸得殿下还没死。本就重伤的萧长营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这是气的。然而他模糊的视线只能看到他一个转身，雪白的青球划过起伏波浪般的华光，步履轻盈地飘然远去。郡主，婢子只能施针让毒素不迅速地扩散到王爷的五脏六腑，可毒肉若是不及时刮去，只怕王爷这只手便要废掉。强行刮肉，怕王爷受不住疼痛而苏醒过来，过急之下极有可能毒气攻心。王爷此刻昏迷，麻醉止痛之药方才试过，灌不下去，且这些药物会刺激所中之毒。最持续多久得刮毒？半个时辰。足矣。子玉，适才我去散步之处，田野间有曼陀罗花，你让莫远派个人陪你采摘回来。碧玉，去把我的香具取来。郡主是要调制迷幻之香，让殿下陷入幻境之中。现下已别无他法。若是他的这条胳膊被废，我们罪责难逃；若是他一个不慎毒气攻心，我们更是罪该万死。薄烟随风而动，尽数被萧长营给吸入了体内。约莫半炷香的时间，萧长营就陷入了沉沉的梦境。恐逢他挣脱，沈西河一直没有离开。珍珠瞅准时机，让碧玉他们按住萧长营的手脚，从紫玉手中接过火烤后的刀，对着那越发红肿的腐肉就割了下去。巨大的疼痛让在幻境中的萧长营都开始剧烈的挣扎，他的手竟然挣脱了紫玉，一把抓住沈西河的手，极大的力道瞬间让沈西河的白皙如藕的手臂印出了青紫的指痕，险些让沈西河端不住手中香炉。接着割。给萧长营处理好伤口，珍珠见到沈西河从萧长营的手中抽出来的手腕，上面深深的5个指印触目惊心。不过是1.8，只是在手臂上，非是在脸上，何至于你们一个个如丧考妣？沈西河还真不在意，等到珍珠包扎好之后，他就站起身往自己房间里走。红玉、碧玉，你们俩轮着照看烈王。
子月，我守着郡主，你下去歇息吧。有话便说。请郡主责罚，婢子不该自作主张。有些困倦地闭上了眼睛，沈西河就这样沉默不言地进入了梦乡。你可知你错在何处？请郡主明示。你错在你没有弄明白，你到底是谁的人。让我去后山散步，是莫远向你提议的，对否？是啊，莫将军说是王爷吩咐。你自以为莫远永远不会违背我父王的命令，你便鼓动了我。我为何会听你之言？是因为我信任于你，将你当作永远不会背叛我之人。但你焉知莫远不是被旁人利用？你不也被他利用了吗？婢子知错，请郡主责罚。罚你跪了3个时辰已经足够。子玉，将你珍珠姐姐扶下去，给她膝盖好好上药。沈西河吩咐，子玉连忙上前把珍珠搀扶起来。我要的是听话懂分寸，能够让我以性命相托的助力，而非自作聪明以为对我好的奴仆。这一点你连子玉都比不上。离了西北，我不再是那个事事须得阿爹大兄拿主意的小女孩，即将进入京都，也容不得我再做那个不谙世事只懂悲伤秋月的小姑娘。我的事除了我，任何人都不能做主。是，婢子知晓。郡主，莫将军求见。让他进来。郡主，是属下私自央求珍珠姑娘，郡主若要责罚，就请郡主降罪属下。该罚的我已经责罚。我身为阿爹之女，阿爹治军严明，我亦懂赏罚分明。我再问一遍，自此以后，你到底听命于谁？属下为郡主之命是从。好，且记下你今日之言。沈西河绕过莫远，去了饭桌前。列王殿下因何被追杀至此？这……不愿说。郡主，列王殿下是去扬州查胭脂案。胭脂案。沈西河微微一笑，终于明白莫远为何会吞吞吐吐。我知道了，你下去吧。如释重负的莫远站起身，恭敬退下。昨是谁给列王殿下换了染血的衣裳？回郡主，是婢子。殿下身上可有纸卷、书册等物件？奴婢并未看到。萧长莹被如此穷追不舍的追杀，很明显他定然是掌握了充足的证据，但这份证据还没有来得及传出去，一直在他的身上，否则这背后指使的人早就已经遭到惩处，哪儿还能如此嚣张的谋刺当朝皇子啊？不应当。郡主，您在寻什么？是半边脸。沈西河轻轻一笑，转身走了出去。寻到莫远，低声吩咐：你沿着列王被追杀的痕迹往回走，寻到有半边脸之处，四周若有踩踏的痕迹，就将之挖开，无论挖到什么，将之带回来，亲自去。没有想到牵扯之人如此之广，如此之重。郡主，这东西我们要如何处置？你可有法子将他不留痕迹的送到太子殿下的手里？啊！送给太子殿下？莫远不由得拔高声音，惊觉自己失礼。郡主，离开西北前，王爷吩咐过末将，万不可亲近太子殿下。举朝皆知，太子殿下活不过2轮，太子殿下再过几个月就要加官，也就是活不过5年。而且太子从8岁起就因为身体之故久居道观，朝堂之中毫无根基，名存实亡的储君。诸王都在等着储君薨，好角逐至尊之位。是吗？短命不是更好？郡主慎言。莫远，西北王府正如前不久刚被灭门的顾家，与萧氏皇族不能共存。想要保住西北王府，保住沈家和跟随沈家捍卫疆土的诸位将军，
只有我问鼎后位，早些让流着沈家血脉的皇孙上位。郡主！莫远被沈西河的语出惊人害得面色苍白。你可以请示阿爹，便说是我说的。以身家性命下注的局，切莫压得太早，因为买定离手，再无反悔之余地。郡主，马夫人带着马姑娘求见，说是有要紧之事向郡主禀报。带他们进来吧。很快三人被红玉带着进来，沈西河的目光一扫，便停留在那一抹修长的身影上，褪去了一身锦衣华服，没有了金玉装点的贵气，他依然是那个曾经名满京都的谢运怀。时运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谢运怀这个名字因他而不同凡响。谢运怀，八大勋贵之首魏国公的嫡长子，他才学渊博，风度翩翩，富气雍华，持礼清雅。右宁帝的皇子个个文韬武略，才貌双全，而谢运怀是自小和这群龙子凤孙一块儿长大，一块儿读着黄学，却是唯一一个能够分走风华，一眼难以在众辉之中被遮掩忽略的耀眼星光。他还曾是顾青之的未婚夫，是顾青之唯一关注的男子。一个是享誉帝京闺阁少女怀春的少年郎，一个是京都九绝世人称赞的贵女典范，自小就有婚约，本应该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可惜终究是有缘无分。这个一直温润无争的少年郎，在母亲与魏国公府含恨而终之后，愤而揭发父亲谋害妻室，在父亲续弦的酒宴之中，当着满堂的宾客断发一绝，至此再也不为谢家儿郎。那一年的谢运怀14岁，顾青之13岁，他们正刚刚开始议亲。事后他亲自负荆请罪，跪在顾家大门前，奉上2家信物退婚。顾丞相好言劝说无果，依然愿意将千娇万贵的女儿嫁给他，他却是直言要去游历山水，从此风餐露宿，恐负千金意而执意退婚，甚至连见都不曾见过顾青之一面就决然离去。也是这件事儿，让原本就对男子不抱期望的顾青之越发的冷清。渔父携女拜见郡主。你说有要事告知郡主，是何要事？这位是我们这儿方圆百里出名的大夫，是齐大夫爷，有关乎性命之事求见郡主。小名齐云怀，见过郡主。你倒是说说，到底是何等性命攸关之事，竟然与我家郡主扯上了干系？郡主，小民家住马家村，时常上山采药。昨日午间下山时，才看到山野间有几株曼陀罗。今儿一早上山，却见已被采摘，特意去询问了一番，才知极有可能是郡主的侍女采走，故而特意前来提醒郡主。这曼陀罗美则美矣，却有毒，不适宜摆放屋内，尤其郡主千金贵体，长时接触恐有性命之忧啊。有心了。子玉，去将紫珠头面和杨枝双玉缠珠镯取来，赏给马姑娘和马夫人。多谢郡主赏赐。子玉便带着马家母女退下。齐大夫果真是人心仁术，常听闻这世外高人不胜枚举，想来齐大夫医术了得。我自幼有心悸之症，齐大夫可否给我看看脉？小民山野村夫，郡主金枝玉叶，身侧定然杏林圣手环伺，小民不敢献丑。恭维的声音听多了，我也想听听实话。齐大夫只管给我诊脉便是，不用你开方配药，只需要对我说句诚恳之言。那便请郡主恕小人冒犯。
郡主若是欲补气养血，姜糖更佳。姜入肺中利肺气，入肾中燥下湿，入肝经引血药生血。的确是好药，可我生来就吃不得姜之辛辣，故而一时退而求其次，择了甘枣。民蜀两地有果名柘，气平味甘，利脾气，捣碎搅之，与姜汁合为糖，则无辛味。齐大夫可有家事？沈西河忽而问道。素来沉静稳重的谢运怀被问得一阵讶异，但情绪只是转瞬即逝。回禀郡主，小民居无定所，一心求寻医道，暂无成家之念。我看齐大夫相貌堂堂，又有妙手回春之术，谈吐不俗，便起了爱才之心，还想着为齐大夫觅一良缘，将齐大夫这样的有才之士留在身边。既然齐大夫志不在此，我也不强人所难。那曼陀罗是我命人去采摘，用以调制凝神香，齐大夫无需担心。这花我知晓该如何用。郡主垂爱，小民惶恐。既如此，郡主若无吩咐，请容小民告退。齐大夫可见过仙人涛？仙人涛？郡主，仙人涛乃传说之物，白头翁放言以仙人涛换脱骨丹，是存心刁难之言，郡主切莫上心呐。白头翁，沈西河倒是听过这人，是一个善医的怪人。他医术极高，行踪飘忽。为了沈西河的不足之症，这些年沈月山从未停止过寻找此人。没想到这仙人涛竟然和白头翁扯上了关系。齐大夫，我并不知什么脱骨丹，只是齐大夫来前正好在看书，看到了仙人涛，故而有此疑问。不知齐大夫可否与我讲一讲这脱骨丹？在1个月前，沈西河静静地将目光投放在亭子外的花坛上，绚丽的菊花开得正艳。谢运怀等了片刻，没有其他吩咐，他行了礼退下。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沈西河微微抬眼，隔着一重随风飘动的曼帘，看着那抹身影消失在围廊转角。堂堂西北王掌上明珠，竟然看得上这等凡夫俗子，眼神得直。看来王爷恢复得极好，如此臣女便能够放心将王爷交给长沙郡刺史。你说什么？萧长营一把推开要搀扶他的侍女，不顾刚刚苏醒的四肢乏力和伤口的疼痛，大步走向沈西河的面前。你要把本王交给长沙郡刺史？自然，王爷是外男，臣女尚未及笄出阁，昨日是情势危急，可酌情处理，不拘小节。现下王爷已经性命无忧，臣女理应避嫌。说着，沈西河微微一俯身，转身就要走，却被萧长营一把抓住手腕，目光犀利。沈西河，欲迎还拒吗？本王从广陵一路被追杀到长沙郡，生死关头，就恰好遇上你。莫要告诉本王如此巧合。本王现如今如你们所愿，欠你救命之恩，与你朝夕相处，怎的你反而拿翘起来？王爷，您真可怜，我在帝王天家，连救你之人都要小心提防，千般怀疑。不过王爷忘了，若非您将玉佩扔到臣女面前，臣女想王爷现在已经得到了解脱。不妨告诉王爷，臣女的确早知你的身份，可臣女就是不想救。臣女离开西北前，诸位皇子的画像都已经铭记于心，臣女因何入京都，谁都心知肚明。但上至太子殿下，下至与臣女同岁的12皇子，有4位殿下都未有嫡妻，臣女凭什么看上您？王爷莫要自视过高，论尊贵，
赢不及太子殿下；论圣宠，赢不及昭王殿下；论性情，赢不及景王殿下；论长幼，赢也在信王殿下之后。您唯一胜过的，便是狼藉的名声。您说，臣女凭什么要接近你？烈王萧长营，幼宁帝第9子，性烈如火，以乖张狠戾闻名京都，是京都唯恐避之不及的混世魔王。我是西北王之女，天家男儿任我挑选，便是当着陛下的面，此话我亦敢言。烈王殿下信吗？沈西河，不论你为着什么缘由出现在此处，不论你的目的是何，你真的让本王起了心。本王就不信这世间还能够有本王得不到的女人。王爷可否先松手？办妥了。郡主，属下已经命人将证据送到太子殿下手里，确保万无一失。长沙郡刺史也在赶来的路上，约莫半个时辰就会抵达。珍珠，东西都收拾得如何了？回禀郡主，已经都收拾妥当，随时可以启程。吩咐下去，半个时辰后启程。诺。珍珠应声后行礼退下。郡主，何事？郡主将那东西交给太子殿下，纵使属下一再谨慎小心，可您救了烈王殿下之事瞒不住，只怕太子殿下拿到证物便知是郡主献上。郡主先是与烈王殿下有救命之恩，后又对太子示好，属下担心我左右逢源，最后落得两头空，便是想看看太子殿下值不值得我再费时费神。至于烈王殿下，让他误会岂不是更好？郡主，若是如此，我们只怕要与烈王为敌。为敌吗？不过是迟早之事。右手指尖流畅的一拨，优雅飘逸空灵的琴声从他手中倾泻而下，直到一曲终了，听到琴声之人都还久久不能回神。琴乃雅器，不可闲置。这琴就如人，放久了便不知如何用，若是每日用着，便会越来越顺手。许久不曾弹奏，到底是生疏了。隔壁院子，王爷，属下来迟，请王爷责罚。起来吧，此事怨不得你们，是本王大意。他尚且被逼得手中的东西脱不了手，他的人自然也没有那般轻易就能够寻到他。东西可取回来。殿下，属下循着殿下的暗记找到之地已被挖开，东西不知去向。你说什么？东西被人抢先一步带走，至于是何人，属下无能，尚未查到。哼，本王还真是小看了他。看到空了大半的院子，不理会刚到的长沙郡刺史，迅速奔到大门口。只能看到沈西河的队伍远去的身影，方才抚琴一曲不过是遮掩搬动行李的声响，方便他在他浑然不知的时候离去。好一个沈西河，给本王备马。殿下，您现在不宜骑马。郡主才方启程，属下准备马车，定然能够追得上。沈西河的身子骨不好，尽管有珍珠照顾，到达洛阳的时候也已经是半月之后了。郡主对我所赠，可满意？看着挪到另一边的沈西河，步书林一脚踩上长凳的另一端。哎呀，郡主可真是翻脸无情啊！若非有我，你只怕难逃谋刺皇子之罪。步书林说的还情，指的是萧长营辛苦得来的证据。步书林是追着萧长营到了长沙郡的，他的目的也是让那份证据不落入萧长营的手里。故而不是你还了我恩情，而是我救了你一命，同时
还帮了你一个忙。如此一算，你欠我2个人情，1条命。喝杯水，压压惊。被沈西河强盗逻辑惊得没有回过神的步书林端起来一饮而尽。水里有毒。莫要说笑啊。沈西河又倒了一杯水推给他。解药。步书林忙不迭端起来喝了。杯上有毒。哈？步书林这仙脏有点受不住啊。还是解药。这次步书林盯着微微晃动的茶水，迟迟未动。只是解药。步书林盯了沈西河一瞬，才默默端起杯子，一闭眼都喝了。可有察觉四肢乏力？当下运气的步书林瞳孔一缩，软绵的抬起手指，虚虚的指着沈西河。看着晕乎乎的步书林，沈西河声音轻婉温柔：早与你说过这碗玉女儿香，你却偏不改，只当我是早就知晓那是故弄玄虚。寻常人的确闻不到，可我并非寻常人。你靠近我，我便能闻到，越近就越浓。我觉察到你靠近，就为你换了香料。珍珠。沈西河唤了一声，珍珠将腰间的香囊取下，放到步书林鼻息间。传闻娇弱纯善的昭宁郡主，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彼此，说吧，为何而来？昭宁郡主可真是伤人呐！我可是捧了一颗真心来寻你啊！一个人被扔了进来，滚了一圈。玲珑，玲珑噙着泪的目光可怜巴巴望着沈西河。做戏的功夫不到家。如何，西河妹妹，我这礼物送的可好？就这。你发了通缉令都未抓到的逃奴，我千辛万苦为你寻来，你竟然如此不屑一顾。会自小在我身边安插细作的人不少，选择在我上京途中下手的只有康王府。我早知他会藏身何处，发通缉令不过是声东击西，让康王府放松警惕，待我入了京都，好好与他们清算。世子大张旗鼓地把人送来，想来他在康王府的牵挂也一并被你掳走。旁人没有失踪，偏生他的情人失踪，这康王府会如何作响？世子爷，我以为我们都是聪明人，你若非要试探我，那我可就……不要以为他不知道步书林的心思，忌惮他知晓自己女儿身的秘密，不敢轻易动手，引来康王府打前锋。不，我的错，西河妹妹勿恼，我保证只此一次。可你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欠着，以后一定还。行吧，如此一来，你便欠了我1条命，3个人情。怎的，不对吗？对，你说的都对。步书林守在外面的暗卫莫名的觉得自家主子好丢人呐。如此，我要处置逃奴。是此。我走，我现在就走。步书林麻溜夺窗而逃。太可怕了！这世间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女人，果然最毒妇人心。主子，你怕是忘了你自己也是女子，属下瞧着昭宁郡主也没做什么。没做什么？完了！我比不上沈西河也就算了，我养的人也及不上沈西河养的人机灵。你当沈西河为何见我就又是下毒又是点香？他早猜到我可能寻他何事，意在警告我。我若与他为敌，他就让我连吸口气都顺不了。暗卫觉得自家主子想太多了，一眼就看出暗卫的想法，步书林心气儿更是不顺。
朽木不可雕也。哼，等着瞧吧。沈西河这女人多智近妖，她自认聪明不凡，和萧家那老狐狸和小狐狸周旋了这么多年，也不分伯仲，头一次被一个女人吓得心肝乱窜，蓦然期待起沈西河入京都的日子来。他突然心情大好，哼着小曲儿走了。安慰摸摸脑袋，也不太明白主子为什么这心情又好了，难道是受刺激过甚，伤了脑子，不太正常？郡主，如何处置这个叛徒？交给墨远，做成人质，潜入康王府，夜里放在康王府老王妃的寝屋吧。烈王殿下，一炷香还不够吗？郡主如何知晓我来了一炷香的时间？霸道的龙脑香清凉尖锐，在马家的庄子上，他便铭刻于心。烈王殿下是因何寻臣女？郡主何必明知故问？有些东西，郡主该物归原主。臣女何时到了他人之物？郡主，那些东西对你并无用处，若是落在心思不正之人手中，更是会酿成大祸，动摇朝纲。本王希望郡主能够将之归还。郡主的救命之恩，本王来日定会结草先还。烈王殿下乃是君，臣女是臣，救殿下是本分，殿下无需介怀。你可要三思。烈王殿下当真不用记挂当日臣女的随手而为？哼，本王很是好奇，到底是哪位兄长得了郡主青睐，令郡主不顾病体也要奔波绕道而来，从我手中截获那些东西。或许是弟弟呢？郡主，好自为之。言罢，他就纵身一跃，从窗户消失了。为何这些人都不爱走正门？做好准备，接信王殿下的高招。郡主，您是说他们兄弟情同手足，也可以说烈王是信王的左膀右臂，烈王所为皆是为信王铺路。我今日真正得罪的不是烈王，明着他们自然不敢对我动手，可是暗地里谁又知道呢？莫远传回消息，信王殿下自信王妃被范家毒害之后，就去了法华寺为信王妃祈福3月。郡主是怀疑信王殿下这只是个借口，人并不在法华寺？不会，他一定在法华寺，要动手不需要他亲自来。萧长清这个人，沈西河也不知该如何评价，但他对顾青之的心那是真的。端看他明知顾青之是自杀，也顺着顾青之铺的路，不惜违逆幽宁帝，也要范家陪葬，就能窥出一二。京都法华寺，主子，九爷追到洛阳，无功而返。是啊。诺。这抹身影悄无声息地离开。你说在你母亲闭上眼的那一刻，你的心就随她而去。你可知你在我怀里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也带走了我的心。我知晓你不信我，不信我会为你违背父命，不信我会为你抵抗圣意。你从不曾给我机会去证明。你想我活着，想我死死冰冷的黄泉，想我搅得所有人不得安宁。既然这是你最后的期望，我定会让你得偿所愿，遗憾你在天之灵。郡主，是一群草寇。草寇才好。郡主为何说草寇才好？先有草寇，草寇应付不了，便可出动官府剿匪。一计不成，再生2计，这是萧长清的行事之风。他竟然想让官兵借剿匪之名杀了郡主，有何不可？剿匪有功，
这些草寇死了，顺道还灭了口。天家皇子心机都如此深沉吗？郡主若是，他们如何与王爷交代？还有世子爷交代？昭宁郡主不好好随着护送的亲卫跑到山野间，你可知齐大夫的身份？齐大夫不是寻常山野大夫，他是谢运怀。我与他横死于此，大可安个私奔之名。那到时候便不是朝廷要向阿爹交代，而是阿爹要向朝廷交代。这是萧长卿设的局呢。萧长卿由来谋定而后动，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然是万全之策。其实他若为皇，也必将是一代明君，只不过萧长卿与他注定为敌。前面有悍匪缠斗，格杀勿论。就在此时，远处火把一簇簇亮起来，一道厉喝，一群官兵冲了过来。事情的发展完全顺着沈西河的猜测，他灭了香炉，正要放出信号丸，只看到一抹银色的身影从眼前一闪而过，旋即一缕似有若无的香气拂过他的鼻息。这股气息温软，却透着高雅尊贵。多伽罗之香。沈西河迅速奔上前，掀开了车帘，就看到那一抹银色身影对着冲过来的官兵银剑一划，寒冽的夜光下，3颗头颅就抛上了空中，血液喷溅。绣衣使办公，你们是何人？竟然是天子近臣绣衣使。绣衣使一出，必有惊天事。秀使恕罪，下官并非有意冲撞，下官是奉命来此剿匪。剿匪？银袍绣衣使转头看了马车一眼，目光扫过倒下的一些人。此处还有山匪，须得劳动官服。秀使所言极是，是下官消息有误。车上何人？回禀大人，民女等是路过此地，正欲回城，遇上了劫掠之人。珍珠下了马车，将随身携带的文牒递上去。绣衣使接过，粗略一番：启程吧，再晚便入不了城了。郡主，绣衣使来此地，可要传信于莫远，问问是否出了大事。不必，也许只是路过。绣衣使从不理会琐事。齐大夫可识得方才那位绣使？赵国公府五公子庶出。赵国公庶出？沈姑娘，这位是华富海、华陶一。华陶一，这位自苏州而来的沈姑娘。陶一是一种敬称，指的是巨富之人。二位送来的都是仙人桃，老头想见真物，不知在何处。老翁，此物确然是我在衡山绝崖峭壁之间所得，不过此物扎根极深，我采摘之后，峭壁坍塌，又有毒蛇忽而飞出袭击，躲避间带着此物跌落了崖下深河之中。待我醒来，此物已不见踪影。沈姑娘，白头翁看了，脸色一下子激动的涨红。是他，终于见着了。直接把老仆人手中捧的匣子递给沈西河，闭口不言。老翁，此物是我在河边拾得，我确实看到有人自天而落，这仙人涛也是之后才出现的。沈西河不是多正直不阿，是这位华富海过于诡异莫测，他不想这样得了东西惹了这人的不愉，他从不树看不透之敌。时至今日，他和这人有过3面之缘，多么矛盾又多么不可思议的3重身份呐！小老儿不理这些，此物小老儿说过，谁带来仙人涛，小老儿便以一物相赠。你们之间的恩怨，由你们自行解决。华头一，沈姑娘，手札以及老翁的指点，
某可不要，某所求乃脱骨丹。老翁，可否请你为小女诊脉？要是还有别的办法治好自己，脱骨丹这种还没有得到验证之物，让给对方也无妨。随我来，你这丫头还能活着也是奇事啊！你先天不足，心肺本就不如常人强健，后天娇养过甚，导致肝肾皆虚，常食干燥又伤了脾。你这身子除了我的脱骨丹每日少量滋养补足，再无他法能回天。若是不服脱骨丹，我还有多长的寿命？不过3年5载，若再遇上风寒暑气，或是受点惊吓，一夕之间就能要你小命。老翁，这脱骨丹……小丫头啊，我以性命作保，脱骨丹100年内难出第2枚，药方也在我给你的手札之中，炮制之法亦有详尽记载。金雕骨是小老儿祖上传下，其余药材小老儿用了50年才集齐，小老儿经历了10次失败才炼制出来。没有药材再炼制，小老儿刮了一层，用人和野物查验过，于人确有洗筋发髓、脱胎换骨之效，但又无其他妨害。小老儿已经没有时间和药材去查验。华桃姨，此物的确是你采摘而来，可它落入我手中，非我强抢，虽有些强词夺理，但性命攸关，我亦不愿拱手相让。沈姑娘原可不认此物是从河边拾得。若非你这番诡异，我自不会承认。华桃姨深明大义。外边的人呢，为这小老儿这点东西抢破了头啊！你们倒是心平气和，不如小老儿来做个局，你们2人各凭本事。此物既是华桃姨先得，便偏颇他些许。华桃姨所长为何？不才，善意。沈姑娘可愿？可。行，那就对弈，也别死板你来我往。小老儿看着打瞌睡。既然是华桃姨所长，由沈姑娘摆个残局给华桃姨破，我也正好与沈姑娘交代些事儿。千层事？不，并非千层事。华桃姨，请。沈姑娘这棋局布置精妙，可有名目？月宫局。以2刻钟为限。沈西河气短神虚，白头翁为他施针，珍珠在一旁认真的记下。棋局已破。沈姑娘，小老儿还有几月可活？我管你身边这位婢女颇有些底子，是否要将她放在小老儿身边学习？正是，还望老翁多指点。便将人留下吧。沈姑娘去看看棋局。华桃姨棋艺了得。华富海伸手就要去将被吃掉的全盘白子捡起来，沈西河伸手阻拦。慢着。华富海的手悬在棋盘上，微微抬手，那双如渊如海的眼眸对上沈西河。若说方才只是直觉，那么此刻这也让沈西河笃定华富海就是昨夜的绣衣使。沈西河笑意清浅，细长如玉雕的2指从边缘捏起一枚白棋，扔在自己之前喝过的茶杯之中。淡淡的白色散开，白子变成了黑子。他将棋子重新放回原处，原本是被白子吃光的局面，一下子变成了黑棋全军覆没。华桃姨，承让。
有意思。沈姑娘是如何将它变成白色的？香脂，香脂乳白色似漆，轻轻地刷一层，用香炉烤干便可。两军对垒，盘查细作并不高明，令敌军侵占心腹，方为上策。沈姑娘，某受教了。你分明是使诈，胜之不武。华陶一巨富之家，想来没有少与人交锋，难道从不曾使诈过？我们，可是……退下，某心服口服。既然这脱骨丹为姑娘所有，可否将脱骨丹的方子誊抄于某啊？华陶一请便。华富海就在雅室让仆人研墨抄走了脱骨丹的方子，将手札还给沈西河，同时向白头翁告辞。沈西河目送他们主仆离去，也跟着请辞。白头翁没有挽留，沈西河把手札也留给了珍珠。他有2个月的时间跟着白头翁，就看这2个月能吃透多少。墨玉，传信给阿兄，着人打听是否见过百年金雕，告诉阿兄，只要消息，无需冒险。诺。墨玉退下不久，谢运怀便赶过来，交给齐大夫了。此物珍贵至极，再珍贵，也比不上我的命贵。如何服用，老人家也不知。我不能在此间逗留太久，老人家也不会随我同行。齐大夫无需惊慌，因为我验药回与你药方，也算是两清。不过要劳累齐大夫随我一道上京都。齐大夫若是不愿入京都，处在京郊外也可。承蒙郡主抬爱，在下必当竭力祝郡主早日康复。和谢云怀说了几句话，墨玉回来了，带来了白头翁的老仆。老仆一言不发，只是把仙人涛还给了沈西河。郡主，此物如何处置？这东西是拿去同白头翁换取脱骨丹的，以为是白头翁需要，原来他只是想见一见。问一问华陶一下他何处，将之物归原主。沈西河却没有想到，墨玉不但带回了仙人涛，还带回了华富海的一个仆人。沈姑娘，老爷说此物从天而降，落入姑娘手中，与姑娘当是有缘，便赠与姑娘。姑娘切莫推辞，此物于老爷而言别无他用。姑娘若是不好受赠，不如请姑娘日后对脱骨丹的药材多上些心，全当是提前赠与姑娘的谢礼。替我多谢华陶姨。沈西河收下了，他原就喜欢这东西，便是不喜欢，华富海的态度都摆明了。若是他这会儿退回去，只会让华富海对他暗生提防之心，又何必呢？主子为何将此物赠与昭宁郡主？郡主留着也无用，不如送与老夫人。那可是《山海经》之中记载的奇花异草。形似同心结之物，赠与祖母。同心结，寓意为何？同心结，寓意永结同心，亦是婚嫁之物。主子，您……天元，他认出了我。啊，这如何可能？他们主子自8岁起就开始乔装打扮，而后特意寻了民间奇人钻研此道。便是他们这些自小跟随之人，若是主子有心想隐瞒，也难以洞悉破绽。我亦不知是何处让他警觉，若非察觉，以他堂堂西北王爱女的身份，哪会对我这个商贾如此客气？殿下，您是说郡主她知道您？不，他知晓我是昨夜的绣衣使，若他看透了我，知晓我真实身份，便不会这般谨慎。不要忘了他对老五和老九的态度。沈月山为人严肃，儿子也刻板，倒是这个女儿甚是有趣。2位女郎，不知可否行个方便，容我主仆2人在旁休息。小生郭道义是赶考学子，绝不是奸恶之人。男女有别，公子请离去。女郎还请通融一番。夜已深，咱们一道也能互相壮胆。我无需壮胆。小生需要。与我何干？
墨玉唰的一声拔出手中长剑。少年郎仿佛受到惊吓，退了一步，有些害怕，不敢再多言，只能是牵着马跑到远处蜷缩着。郡主，可要驱逐？不必。那个，女郎，我可否用这盒透花瓷与女郎换些肉？沈西河瞥了一眼精致的绣花瓷，他自己也会做，但一向自视甚高的沈西河第一次见到有人做出来的透花瓷和自己所做的精致程度不相上下。墨玉，郭道义得了兔子，很是开心，竟然直接在火堆旁边距离沈西河不远的位置坐下。女郎的兔子入口香贯鼻喉，直通肺腑，肉厚处醇香巴软，肉薄处酥香脆爽，腰肋脆韧独特，让人越嚼越香。不知可否请女郎赐下方子，愿以金相赠。这时一阵风吹来，从郭道义的方向拂向他，清新的木香之中若有似无地漂浮了一点多伽罗之香。绣衣使和富商玩完了，现在又扮成书生，还故意接近他。我看起来像取经之人。他兢兢业业扮演着文弱书生，有些委屈巴巴地低下头。沈西河瞥了他一眼，不想理会这人的目的。他能够感受到他对自己至少没有敌意和恶意，且由着他装模作样。平静行路一日，他们找了一个村子落脚。刚入村子里，就看到郭道义和2个村民有说有笑地走出来。女郎，我们又遇上了，真巧。沈西河在墨玉的搀扶下下了马车，目不斜视与他擦身而过，更清晰地闻到了多伽罗香。不巧，睡了大概2个时辰，有利箭射进了沈西河的屋子，箭上的竹筒溢出白雾。拙劣的曼陀罗香！墨玉，救命啊！沈西河正要吩咐墨玉行动，一道尖锐的叫声划破夜空，一瞬间整个村子都亮起烛火。沈西河闭上眼睛，看似面无表情，实则极其恼怒。郭公子的屋内爬入一条毒蛇，受到了惊吓。那些人呢？郭公子的叫声惊走了他们。郭道义这一声惊叫，全村都醒了。这个村子可是有400-500口人呢，难道要把整个村子都灭口了？屠400-500人，那必然会引起官府追查。都是萧长青定然会就此收手，毕竟他不是非要他的命不可，每次都这般不顺，会让他心生不妙之感。他距离京都越近，萧长青就越不好动手。郡主，可要婢子歇下吧。天元，快收拾行李，我们即刻启程。主子，这大晚上再不走，明儿你主子要倒大霉了。主子，你救了郡主，郡主怎会？他孤身上路，就是以身作饵。老五聪明一世，却浑然不知这位郡主的脾性。或许他知晓也不在意，这人可真是疯不得。我们家老爷还不知他硬生生逼疯了一个儿子，有趣，实在是有趣。快回京，大戏开锣，怎能少得了我？故而一大早，天微亮就起来的沈西河便得知郭道义主仆因为被蛇吓得不敢留宿，连夜启程。哼，被蛇吓到，骂他是蛇蝎美人吗？很好。郡主，这只猫是什么猫啊？路上捡的野猫，死赖着不走，就带回来养着，给你们解闷。郡主，可有给它取名？取名？听说太子殿下回京了。是，太后娘娘寿诞不远，陛下早几个月便吩咐在芙蓉园筹办，太子殿下便随太后娘娘一道回京，且太子殿下加官亦在太后娘娘寿诞之后。叫他短命啊！短命。郡主，2家铺子已经腾出来，也按照郡主的吩咐布置妥当。郡主要用来做什么营生？沈西河派他们先上京都，是有任务在身，将2间属于沈西河生母留给沈西河的铺子腾出来，开香铺。
让莫远派几个机灵善变之人去南海郡联络相互，日南郡有乡试，朱崖郡有香粥，给他们每人100斤，不论香料为何，都大量采购。100斤？碧玉是管着沈西河钱财的丫鬟。100斤。诺。郡主，我们香铺取何名啊？红玉就是负责铺子的重整。取名。沈西河很不喜欢取名，不过他自己的东西又不喜欢别人来取名字。独活楼。独活？郡主啊，独活听着多不吉利啊！百花杀尽，唯我独活，如何不吉利？这么一听，红玉又觉得莫名的有气势。好听，独活楼好。那个郡主，独活此名甚是独特，日后定会有诸多人询问缘故。直言又如何？郡主，好了，不逗你。独活入药可医人，入香可合香。郡主，玲珑何时送到康王府？就今夜。之前是不想节外生枝，沈西河吩咐他们先不送人过去，等他归来，正好让康王府知晓他沈西河来了。对了，明日入京，郡主是要住在王府还是郡主府？京都有沈月山的王府，也有佑宁帝格外恩赐给沈西河的郡主府。只不过王府有一个佑宁帝硬塞给沈月山的妾，这个妾是康王府的嫡女，佑宁帝的堂妹。14年前，沈月山奉诏入京受赏，谁也没有想到帝王赐下的酒水竟然是被下了药。起先以为是不胜酒力的沈月山被恩准在宫中小憩，萧氏就是在那个时候潜入沈月山歇息的寝殿，秽乱宫闱，糟蹋的又是帝王的堂妹康王府嫡女。佑宁帝雷霆大怒，若非是太后查清有人给沈月山下药，是萧氏自己买通宫人动了皇帝的御赐之酒，只怕沈月山被下狱都不为过。饶是如此，皇家还要脸面，佑宁帝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堂妹为妾？不过错在萧氏，又有太后主持公道，皇族宗亲施压，想要沈月山娶萧氏为平妻。沈月山当时只能忍着恶心应下。消息传回西北，怀着沈西河的西北王妃当即受了刺激，才8个月就被迫早产，然后又难产，生下病弱的沈西河撒手人寰。沈月山闻讯进宫，上交西北兵权，要为发妻守孝，绝不肯再娶萧氏。恰好这个时候，西北之外的突厥来犯，佑宁帝无法，只能申斥萧氏和康王府，并大肆追封西北王妃以及吊着一口气的沈西河。最终就是沈西河被封为10亿3千，享国公待遇的昭宁郡主，封号中用了一个宁字，彰显帝王荣宠。沈云安被封为世子，萧氏留在京都，终身不得踏入西北一步。沈月山这才临危受命，再次领兵平定西北外乱。谁也没有想到，萧氏竟然在2个月后诊出了喜脉，10个月之后产下了沈月山唯一的庶出之女沈英若。父亲是权倾一方的西北王，母亲是王府嫡出郡主，舅舅是当今的圣上，本该是比肩公主的金枝玉叶，却因为庶出而极其尴尬。康王府与沈西河不但有杀身之仇，还有杀母之恨。郡主府，着人多购置一些花草树木。郡主，大理寺少卿求见。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崔进柏是崔家3房嫡子，少年神童，16岁便名满京都。6年前2件轰动京都的大事情，一个是谢运怀断发一绝，一个是崔进柏3元及第。下官崔进柏拜见郡主。不知崔少卿一早来此，所为何事？郡主容禀，昨夜康王府有人借托送少水之便，送了一口缸入府，
缸内有一人被施了酷刑，经京兆尹与大理寺核实，这人是郡主在临湘县通缉的逃奴玲珑。哦，我这逃奴逃了数月不见人，却在我刚抵达京都城外就被人送到了康王府。为何要送到康王府？下官此来亦想询问一些关于玲珑之事，还望郡主通融。康王府老夫人受惊未醒，康王府大公子被缸内毒蛇所咬，尚在昏迷，稍有不慎便是2条人命。是吗？碧玉，你好好的与崔少卿说一说。把碧玉留下，沈西河正要越过崔进柏之时，顿住了脚步。沁人心脾的寒梅之香中夹杂着一缕极浅的多茄罗香，让他倏地看向了崔进柏。沈西河意味不明，短促地哼笑一声，就款步离去。去查一查崔进柏在何处。崔少卿，崔少卿不是正在与碧玉问话？他不是崔进柏，现在就去找人，一定要给我找到。1个时辰后，墨渊找了一圈，根本没找到第2个崔进柏。郡主，属下打听清楚，今日崔少卿从家中至大理寺点卯，接着便打马直奔驿站而来。按路程和时辰算，崔少卿应当是一路未曾耽搁。墨玉，他还在问话。是，紫玉、红玉、碧玉都有被传唤去问话，婢子也有。他都问了何话？问了玲珑平日里如何服侍郡主，郡主待玲珑如何，玲珑对郡主知晓多少。墨玉如实复述，包括他怎么回答都一并说了。果然，看似都在打听玲珑，其实每一句话都没有离了他。这会儿他已经从沈西河4个丫鬟口中，借着调查玲珑之事，将沈西河的脾性打听得一清二楚。沈西河似氤氲着浅浅薄雾的眼瞳望向屋外，他陷入了沉思。这人为何这般煞费苦心地打听他？我与玲珑是多年的主仆。沈西河说了一些和玲珑之间的过往，语气里满满的追忆与伤感，絮絮叨叨地说了不知道多久。崔少卿乃大理寺少卿，长折欲详行。我想问一问崔少卿，若有人假扮朝廷命官，该当何罪？假冒朝廷命官，量刑还得看他行止。他若是囚禁官员假冒未有恶行，轻则杖刑，重则下狱；他若杀害官员假冒，无论是否有恶行，都应斩首。崔少卿是哪种？下官不明郡主所言。崔少卿可有觉得头晕目眩？看来我这郁金软骨香效用不错。杖刑、下狱、斩首，崔少卿觉得哪一种适合你？郡主，你……墨玉。崔进柏突然弹跳起来，身形一闪，用力地将沈西河一把拉入怀中。放开郡主！你没事？我以为郡主会亲自来揭开我脸上的皮。崔进柏声音变了，便装上一装，哄一哄郡主开心，也好有机会一亲芳泽。奈何郡主不给我这个机会啊！你到底是何人？郡主真想知晓吗？你就不好奇我是如何识破你的身份的？郡主洞察人心，可我却不愿与郡主交易，只因我只对我日后的夫人坦诚。若是郡主愿意……墨玉持剑飞身而来，崔进柏一掀桌上布角，东西朝着墨玉飞去。不用去追，出了我的屋子，他那副模样又穿了官袍，就是大理寺少卿。我们难道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朝廷命官吗？准备准备，我们即刻入城。殿下，殿下，你何处不是？我立刻去请于先生。来，一点麻药，无需声张，将我身上的官服脱下来。父皇还等着你回话，你只管将玲珑是康王府派到昭宁郡主身边的细作，如实上告。诺。殿下，还是请于先生来一趟。这麻药对您体内的毒可有妨害？
无碍。到底是一个未及笄的小姑娘，心底纯善。这样精巧的鸡括用来保命之物，何该浸染剧毒才是。天元差点将圆圆的眼珠子给瞪出来。主子，您都躺这儿了，还觉得她心底纯善？可真是让人看不透啊。天未亮，他就比龙以上的那位先一步知晓康王府的事儿。真是越来越好奇，越来越欢喜。完了完了，他的主子有灾了。看着萧华庸春意盎然的模样，天元愁眉苦脸。殿下，您当真要求娶昭宁郡主吗？求娶？萧华庸还未想过婚嫁这么长远，之前说同心结也不过是逗一逗天元。将她娶到东宫，这皇城定然热闹至极。陛下只怕不会应允。我的婚事何时轮到她做主？萧华庸脸上笑意顿消，渊海般的眼眸深沉肃杀。没毒吧？你胡说什么呀？我家郡主光明磊落，岂容你污蔑？没毒，你没做错事。这次不嫌我多事儿？不嫌你多事，你却不必如此。啊，名门淑女，端庄娴静者我见过不少，但和你一比，她们行云流水的姿态都让我觉得有些刻意。沈西河淡淡瞥了他一眼。对，就是这样。卜淑林眼底浮现醉色，眸光一转，自是风情。若是可以，我倒不想这般。哎，你这猫有些……他差点就把实话说出来了。这猫真是他见过最丑的。尽管卜淑林没有说出来，短命似乎也感受到了嫌弃，叫了一声就扑上去，出其不意的挠了卜淑林一爪子，在卜淑林的手背上留了3道血痕。血痕很浅，沈西河便没有在意，而是忍不住好心情的笑了。西河妹妹，不如嫁给我吧。其实嫁与我多好啊，我带你从西北大漠穿过高原峡谷，游遍蜀中古滇，我们不去理会这些纷纷扰扰，你想做什么我都能陪着你，护着你，由着你。世子，你敢向陛下求赐婚，我便敢嫁。气氛一下子凝滞，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不是隔着卜淑林的女儿身份，而是蜀南王府和西北王府一旦联姻，佑宁帝定然是要寝食难安。他们大婚之日，那就是西北蜀南为自保而不得不谋反之时。世人只道权势好，却不知我们这些陷于权势之中的人，都是可怜虫。何必悲春伤秋？你只道平民百姓逍遥，却不知他们穷困潦倒时，会因贫贱而家破人亡。生于显贵，我们应当心怀感恩，至于脚下的路，则要靠自己去走。若是荆棘缠绕，那斩了便是，不过是一些皮外伤。待到无人敢伤你之际，这些无关痛痒的，你自会一笑置之。卜淑林觉得沈西河有种特别的坚韧和通透，甚至与他说话还能受到感染。受教了。心里不免有些可惜，自己不是男儿身，否则他定要排除万难谋划一番。不试试怎么知道这样的美人儿能不能属于自己呢？郡主交予我之物，愿我如何处置？郡主，和几位哥哥弟弟相比，我虽不算聪颖，却也不愚笨。是郡主救了九弟。殿下，不觉得我心思诡谲，有意挑起殿下与烈王殿下的争端吗？郡主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我知晓，郡主身不由己，
又不愿就此妥协。这些年，郡主是第一个还对我这个名存实亡的皇太子心存希冀之人。郡主这份看重，我定全力以赴，为郡主周旋。殿下，甘心吗？天不与我，非我妄自菲薄。我非长寿之人，与其费尽心力去筹谋虚妄之物，不如珍惜眼下。今朝欢乐，今朝过。殿下信了那些话，殿下可曾想过，若有一日殿下得以长寿，又该如何自处？郡主，我不争，并非是坐以待毙，否则郡主交予我之物，如何能够今日还好生存放在我手中呢？示弱要恰到好处，若是让小丫头知道自己毫无自保之力，只怕就要把她当成弃子了。既交予殿下，便全凭殿下做主。我将之交予二哥吧。二哥为人正直，绝不会徇私，作恶之人当受到严惩。殿下，3殿下与6殿下约了鸡居，请殿下观赏。郡主，可愿去看看京都的鸡居？张宁不喜这些。我亦然，我不如哥哥们体健，从未玩过鸡居，回回坐在台子里观看，看多了也是觉得乏味。告知3殿下与6殿下，太子殿下有客。天元将沈西河送出了皇宫，才折回来。殿下，您怎么连郡主也骗呢？天元不明白，明明他和殿下在外闯荡之时，听闻夫妻间因隔阂而闹出人命之事，殿下还说夫妻间贵在坦诚。我虽讲，他也不真。天元，狼要吃羊，一只聪明的羊，你说该如何猎捕？狼要吃羊，羊再聪明，还不是跑不过狼。更何况狼还是群居呢。显然天元是跟不上自家主子的思维，萧华庸也不指望他聪明了。披上羊最喜欢吃的草。捕猎的最高境界便是伪装成猎物的猎物，他想要什么样的，那萧华庸就变成什么样的。臣女叩见陛下，陛下圣安。昭宁不必多礼，一路辛苦，你在临湘县的事儿朕都知道，必会给你一个交代。昭宁多谢陛下。你父亲可好啊？与朕说说如今的西北是何等模样。先帝荒淫，为了讨贵妃欢喜，亲自诟病当年皇后。如今的太后将太后连同一双嫡子贬至西北，是沈月山偷偷接济，然后又孤注一掷相帮，才有太后带着长子千王和幼子幼宁帝杀回皇城。可惜千王在攻破皇城的前一夜遭遇敌袭，否则这皇位轮不到眼前这位。与幼宁帝说了1个时辰，幼宁帝这才放行。沈西河出了太极殿，往左便是东宫。19年前那一场敌袭，折了千王夫妻，也折了为保护幼宁帝而亡的皇后。幼宁帝登基，追封王妃为皇后，并下旨此生不再立后，为的就是无人能够动摇东宫嫡子的地位。而萧华庸作为皇妻子，帝王对他的荣宠到了何等地步？众位皇子碧华改常，皇太子一应分立，诏比幼宁帝。昭宁见过殿下。不用多礼，不用多礼。殿下，此处风大，郡主请殿内说话。原本只是想请个安就走的沈西河，算了，还是别跟这病入膏肓之人计较了吧。快至晌午，我备下一些茶点，请郡主品尝。郡主请，这是我亲手所种的茶，郡主莫要嫌弃。不，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殿下精于制茶。我幼时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便不能耗力费神，学文习武都不及兄弟们，父皇怜惜我，总压着兄弟们的进度，我心中过意不去，
索性就弃了这些。多年来，唯一执着如今的，便也就是对茶之喜，故而有些心得罢了。他明明在笑着，沈西河却仿佛能从他那真挚的笑容中读出背后铺天盖地的黯然过往来。次日一早，宫里传来六殿下萧成瑜被佑宁帝罚跪宫门口的消息。缘由，今儿一早，六殿下不知为何去了东宫，将太子殿下气得吐了血。太子殿下此刻仍旧昏迷不醒。这么巧，六殿下萧长瑜前脚才展露一丁点在他面前献殷勤的苗头，这后脚便招惹了太子殿下。郡主，我们要入宫探望太子殿下吗？去，为何不去？昭宁给太后娘娘请安。免礼。早就听闻昭宁郡主容色无双，今日一见，可真是让我挪不开眼呐。娘娘谬赞。我见郡主便欢喜。郡主初到京都，若有不适，便到含章殿寻我，正好平陵与你一般大，也好做个伴儿。娘娘抬爱，昭宁体弱不宜多动，恐怠慢公主。殿下醒了，说是想见见郡主。我们守了半日都不曾醒，郡主这才来，太子殿下便醒了。早知如此，我们呢就应该早些请了郡主来，也省得太后与陛下担忧了半日。小孩子面皮薄，可不像你。去看看太子吧。浓郁的药味儿比上一次还要深。沈西河嗅觉敏锐也有弊端，比如此刻于常人而言只是稍微浓烈的药味儿，差点将他熏晕过去。郡主，六哥心思不纯。沈西河想过萧华庸见他要说的话，唯独没想到他开口就说萧长瑜不好。太子殿下，昭宁与六殿下并未谋面。未曾谋面，不意味着日后不谋面。郡主，六哥早已有心仪女子，郡主要当心。似乎是拼尽全力说完这句话，萧华庸虚弱地躺了下去，室内一下子格外安静，很快就传来萧华庸绵长的呼吸声。郡主，前日六殿下借击居一事想接近郡主，太子殿下并未点破，只是私下传了话与六殿下。原以为六殿下已经打消念头，却不想太子殿下知晓六殿下多次筹谋想要接近郡主，故而今日一早叫了六殿下至东宫当面质问，与六殿下发生了些许冲突。六殿下心仪何人？是宫廷舞姬卞大家。卞仙仪啊，这萧长瑜还挺有眼光。当年的帝都九绝，包括顾清之在内，已经4人香消玉殒。卞仙仪也是官家女，才貌双全，可惜祖父犯了大罪，她也被抽入掖庭宫。不过她凭借自己的才华，又从罪级变成了越级。如今在教坊司29年华，已经快要过了女子最美的花季了。萧长瑜迟迟不娶妻，原来是在等他，倒也值得。婢子给郡主请安。顾小瑜。顾泽香错地看着沈西河，这世间只有一个人唤他顾小瑜，就是那位与他互通信件的沈姑娘。沈姑娘，郡主是您？没错，是我是没缺个伶俐的丫头，你可愿？顾泽香那双极大的眼睛迅速盈满泪水，她笑着哭着又痛着，还有些恨着。郡主，婢子不愿离开。你想清楚了吗？进入宫里的女人有机会离开，却不愿意离开，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皇帝的女人。清楚，从未有过的清楚。郡主今日之恩，泽香铭记于心。日后泽香若能回报，
定义不容辞。不必如此，于我而言，不过举手之劳。于郡主而言是举手之劳，于泽香而言是救于水火。我终究是来晚了。顾泽香咬着唇，噙着泪摇头。他退后一步，给沈西河行了礼，决然转身，头也不回地入了夜庭宫。六殿下，你可知晓昭宁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喜欢这世间之人为我所用，极是不容有人利用于我。六殿下要试一试，是我杀了变仙一快，还是你们等我死了，双宿双栖更快？六殿下，他怎敢？他为何不敢？他也是有出众之处的，不是吗？哼，他长得是鹦鹉，可婢子觉得他还没有太子殿下俊美呢。你脑子里都是稻草。郡主说的出众之处，哪里指的是长相？不是长相，是和啊。是他不得地宠，可他一无所有，就凭他不得地心，就想得到我们郡主青睐，他当我们郡主是傻子吗？一无所有，你又怎知他一无所有？若没有一点底气，他哪里来的胆子招惹郡主？这还不是紧要之处。六殿下已过弱冠之龄，变仙仪也29年华。六殿下若是要将变仙仪抬入皇子府为侍妾，是极其简单之事。所以他就是想要娶了郡主，等郡主就可以娶心上人做继室。你如何看？变大家沦为乐器，便是六殿下不要脸面，也不够资格给六殿下做继室。这一点他们都清楚，可他们还是这般筹谋了。这就意味着变大家是有可能给六殿下做继室，只要陛下点头。你的意思是陛下撺使六殿下到郡主面前？陛下是防着郡主，可郡主这才入京，用不着这般着急。的确不是陛下授意，不过这宫里发生任何事，陛下不会不清楚。这次若非太子殿下将之闹到明面上来，陛下只怕是要装糊涂装到底了。由着萧长瑜继续缠着他，要是能成，解决了他一个麻烦；要是不成，顶多就是个不受宠的儿子，打骂一顿也无关紧要啊。这些人脑子都是怎么长的？就不知这是六殿下的主意，还是那位卞大家的主意。你是何人？我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何人。我是该唤你罗侧妃呢，还是唤你玉小蝶？这位玉小蝶年近30，10年前被人赠与康王，从无名无分的妾室爬到了侧妃的位置。我给你2条路，活路与死路。你到底是何人？何必如此执着？我是能救你命之人，亦是能要你命之人。你要我做什么？再过几日，朝廷就会将胭脂案背后之人一网打尽，你们这些被精心培养出来的也会昭告天下。届时你在康王府也将无立锥之地，而我要康王府削爵流放。康王近年来做了些什么？你这种受过训练之人定然有所觉察，够不够我救你一命，就看你是不是真的投诚。我只知道前年起康王便在私下铸造兵器，你如何救我？诚意不够。我可以回去替你打听到铸造兵器之地。果然是个聪明人。你如何救我？朝廷要缉拿胭脂案的涉案之人并非我哄你，你想要活就得金蝉脱壳。近日康王府不是夜夜鼠患，你便散个谣言说萧氏是个灾星，这些老鼠便是他引来的。沈西河点到即止。玉小蝶是个聪明的人，他立刻明白沈西河的意思是要他和萧氏发生冲突，激得萧氏杀了他。您是？嘘，知道太多的人，若没有能耐，通常是活不久的。玉小蝶心头一凛，深吸一口气，端端正正给沈西河行了个礼，然后自觉退下。殿下，郡主见过玉小蝶了。以老二的能力，最迟3日就能寻到证据。他知道沈西河是要利用玉小蝶，沈西河把证据给了他，却抹去了玉小蝶，所以一直按兵不动。各地方都安排妥当了。
殿下给了他们2、3月的时间，够他们打点妥当。证据拖了3个月还未上交，涉案人能够脱身的，要么卷了钱财跑掉，要么诈死，都出殡下葬了。萧华庸故意这样拖着，待到佑宁帝拿到证据，大刀阔斧整顿之际，会发现这些人死的死，逃的逃，少了一大半。自然，这些罪大恶极的人，萧华庸是不会放过的。他只是让各地属于他的人，将这些死遁的、外逃的都抓回来，立个功，不着痕迹的升个官罢了。次日一早，谢运怀便上门，他是来给沈西河复诊的。察觉到沈西河的身体并无起色，却也没有再恶化的趋势，他觉着此法有效。再次看到沈西河服药疼得面无人色，浑身痉挛，谢运怀眉头紧皱。回了京郊的院子，一进门他就看到一人背对他长身而立。他的身子如何？脱骨丹确有奇效，郡主如此吞服下去，待到丹药服尽，应能调好5脏6腑，健如常人。此药可有妨害？丹药阳火极重，郡主体寒且弱，每服药，必要经历一次刮骨割肉之痛啊。多久？约半个时辰。无法遏制。这些日子我拟了一道汤浴方子，若是成了，郡主浸泡在汤浴之中服药，可免受疼痛。有阻碍吗？其中一味药便是极寒的天山雪莲，试过几道方子，发现寻常雪莲品质不行，须得极品天山雪莲。这等雪莲非雪山之巅不占，我已悬赏周人去取。沈西河现在这里不能离开，他3日一诊脉，他担心脱骨丹会有意外，须得等沈西河的婢女珍珠回来，他才能抽身亲自去一趟。他是我的。郝民对昭宁郡主欣赏有之，钦佩有之，唯独没有男女之情。但愿如此。殿下，昭宁郡主不会属于任何人。谢国公已经知晓你在此，多谢殿下告知。萧华庸淡淡一颔首，便稳步离开了谢运怀的篱笆小院。次日一早，沈西河便听闻昨儿夜里太子殿下的病再一次加剧，被罚跪1天的6殿下萧长瑜才在家里思过了1日，又被佑宁帝叫到宫里罚跪在了东宫门口。何药？天山雪莲，绝品。何为绝品？许闻药花长计2尺，怕是罕见。是啊，陛下为了太子殿下都贴了皇榜，谁若寻得绝品天山雪莲，赏金1000，还将6殿下派出宫亲自去寻雪莲。你让人送封信去洛阳华府，我想和华桃一谈笔买卖。郡主，此人甚是诡异，我们还未查清他的身份。他能打听到仙人涛这等稀世罕见之物的所在，定然能打听到绝品天山雪莲的下落。既然有意，便要拿出诚意，便是只有利益，也要互相给予，方能长久。没错，是我让人说你是灾星，难道你不是灾星吗？你看看你给王府丢了多少脸，堂堂郡主自甘下贱，给人下药还被抓到把柄。因为你做了妾，王府的女郎都受你连累，嫁娶降等，你还不是灾星？被扔出府门，还有脸活着，还敢往娘家跑？玉小蝶的室内点了沈西河给她的香料，萧氏本就气愤，闻了这股味道，更是刺激得他怒不可遏。此刻的萧氏已经被刺激得毫无理智，他被玉小蝶抢过手中金簪，一把推开。等他撞破额头有些清醒时，回头就看到胸上插着金簪的玉小蝶。巨大的响动惊得外面的仆人呼啦啦地冲进来，齐刷刷地看到这一幕。杀人了！恰好这个时候，有给康王府长子看完诊的大夫听闻，随着送他的管事一道跑过来，当场给玉小蝶诊了脉，断定玉小蝶死亡。王府立刻乱作了一团，王妃以需要王爷定夺为由，将玉小蝶的尸体扣下。随即康王府搁置玉小蝶尸身的屋子莫名的着火，等到他们熄灭大火之时，玉小蝶
已经被烧成了焦尸。沈西河一早醒来便听到了这事儿，他递给墨玉一个药瓶，将这药放入康王府送到牢里的饭菜中。昨夜惊动了巡逻的执金吾，萧氏当即被带走。郡主，让他在牢里生不如死不好吗？碧玉，你要记住，人只要活着就会存在变数，死了才是真正的了结。萧氏入狱并没有引起波澜，无论是佑宁帝还是康王，此刻都无暇顾及他。佑宁帝看到密密麻麻一册子名单，心惊肉跳，怒不可遏。这3人弄出来的美人阁，30多年来赠送的美人，包括京都权贵、封疆大吏以及地方要员。他身为帝王，都没有将眼线布置得如此深和如此广。而且因为这些美人的缘故，诸多地方官员都成了连金。他不敢想象这些地方的百姓过着怎样暗无天日的日子。既然来了，何不现身呢？萧华庸从转角走出，立在牢房外。好了老了，眼力竟如此不好使，未曾想过太子殿下如此英雄了得。姑父应当知晓姑为何而来。自是知晓，不知太子殿下又能与我何物？汝阳姑母的命，为正业的爵位，你如何救得了他？事发之后，他已经拼尽全力要将汝阳摘干净，可佑宁帝最喜欢连坐。陛下私驻兵刃，饲养战马，训练私卫，国库空虚。汝阳姑母若是能携你们这30年收敛的钱财揭发你们，声称你私下所为他并不知情，陛下定会宽宥的，以此博得美名。陛下，那些钱财……他正想说那些钱财已经被劫掠一空，蓦然意识到什么，倏地看向萧华庸。在我手中。韦涛手都不由自主地抖起来。那批钱财早在1年前就被劫掠而走，也就是说，这位太子殿下1年前就对胭脂案了若指掌。也许这次爆发出来，是因为他已经筹谋好，才让他浮出水面。这是一张网，所有人都在网里按照他的心意一步步前行。太子殿下，你可携此物去城南碑田坊，寻那位聋哑看门老翁，他自会将宫中密道图交给殿下。目的已达到，萧华庸转身离开。路过普通牢房时，听到细微的动静，恰好看到倒地不起、不断抽搐的萧氏。很快，他便开始七窍流血。可真是凶狠啊！殿下，成了。殿下，地方传信回来，郡主要见华富海。他遇到了难处。殿下，您吩咐过不准盯梢郡主啊。他定会不喜。萧华庸用左手写了一封信，递给天元。派商行的人交与他。萧华庸很好奇，沈西河到底是何事，竟然会纡尊降贵来寻他，心中也有些担忧。殿下，京都距离洛阳虽近，可这才第3日，您便回信给郡主，以郡主的聪慧，定会猜到我们有特殊的传讯之法。日后我的事情他会知晓的越来越多。西河妹妹，你可得救我！说是赏菊宴，实则是相看宴。我听到消息，李妃打算在赏菊宴求陛下赐婚，让我上安陵公主。你逃得过上公主的命吗？故儿才来寻西河妹妹为我支招。你说我这上了公主，还能不让陛下起疑？与我何干？西河妹妹，我可是心悦你。我不喜谈情分，只喜谈利益。说点实在的吧。只要你能为我摆平这安陵公主，我便给西北军送3000金甲。蜀南王府有独门锻造甲胄之法，甲胄轻薄且坚固，沈月山一直眼馋。好，你诚心求我，我怎好拒绝？成了。我出马能不成？坐起来。你这是何故？
西河妹妹，你没有与我说，崔静柏那厮竟会舞。他会舞？我这是被他偷袭。他本想要做事去亲一下崔静柏的，哪里知道崔静柏这个时候激烈反抗，让他在重新制住他的时候，头一点，牙齿就磕在他的下颚上。而这一幕恰好被安陵公主看到。虽有波折，却也成事。崔静柏当真可靠？放心吧，你还有用，我不会害你。卜淑林的表情一言难尽呐。陈家、胡家、王家，他们欺负了他。顾依稀记得，3年前吐蕃来朝贡，是陈重接待。是啊。他还收了吐蕃王子不少奇珍异宝。近年来，吐蕃一直在边境跃跃欲试，好几次偷袭成功。你说若没有个人泄露边防图，怎会如此狡猾？殿下，陈重不会轻易放过他。萧氏的死，陈重便是不知是他所为，以后对他将萧氏赶出王府视作源头。红楼四卿也该换个人了，正好为我所用。至于胡家，殿下，郡主才与3家结怨，3家接连出事儿，恐陛下对郡主猜疑。你说的对，就先把陈重解决。胡家明年开春春闱，自然是跑不掉。王家，王公老谋深算，王家盘根错节，殿下慎重啊！让地方跟着殿下吧，殿下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清明的殿下。我现在须得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劝谏殿下莫要发展成一个昏君。姑何时说过要亲自对王家下手了？你把我们手中王家的罪证都给老五。信王殿下，顾家之所以灭，是他们世家心不齐。范家固然是罪魁祸首，可王家未必没有推波助澜。若非老五的王妃以命做局，临死前摆了一刀，今日尚书令便是王正，这笔账老五会和他算清楚。我们把证据递给信王殿下，信王殿下便知这是有人欲借刀杀人，他会按照殿下的计划进行吗？便明知是局，他亦会毫不犹豫。我们的陛下冷心薄情，儿子倒全是情种。老五至今还在法华寺，陛下派人再三催促亦不归，便是无声的抗拒。能让他回来的，只有仇恨。鸿胪寺是很好的地方，最适合被冠以通敌叛国之罪的地方。陈家是萧氏的外祖家，最近他们已经开始私下打听萧氏死前的事迹，这明显是开始怀疑他了。陈毅为人如何？陈毅是陈重的嫡长子。我若说他是个忠勇正直之辈，你会放过他吗？不会，我与宣平侯府水火不容，他身为宣平侯府之人，注定和我也是对立。我激动了宣平侯府，就不会给敌人卷土重来的机会。既如此，又何必问我他为人如何？若他为人阴险狡诈，我便以他为口子撕开宣平侯府；若他为人忠勇正直，我便不从他身上下手，另寻他法对付陈重。至于他是否被牵连，便不在我的顾虑之中。你我皆非圣人，在这风刀剑雨的皇城之中，我们都是为了活着而浴血奋战，对任何一个敌人的仁慈，都是对自己的残忍。我与你相交不多，却也知你是个不主动坑害旁人之人。目前为止，我确如你所言，未曾枉害一个无辜。可这日后你亦不会。你没有你所想的那般绝情凶狠，只是你的温柔，旁人很难察觉。正如他放了玉小蝶，明明是死了的人才最安全，他应该杀人灭口，才能永绝后患。须知玉小蝶能为了小命帮他坑害萧氏，日后未必不会为了小命而反咬他一口。玉小蝶帮了他，他救玉小蝶一命，是两清。与其说他清冷狠绝，不如说他事事不愿欠人。你在我这里吃过的亏还少吗？你若真要坑害我，当日你明明见过我，你将盗走证物的事情栽赃给我，极是简单。如此一来，
你也不会被烈王和信王纠缠记恨。虽然你从我手里要走了3000金甲，可你也确然替我解决了上公主的麻烦。陈毅这个人如何？这个人你可以放心下手。宣平侯府一窝坏秧子，陈毅是个身手了得、深谙兵法之人，但他贪功冒进，冷血嗜杀，为了往上爬，故意派人虐杀吐蕃藩谷，引起战乱。只是这小子也狡猾，每次都借交战把涉事之人灭口干净，到现在都没有抓到证据，不然早就被他阿爹以军法处置。偏生他还有平乱杀敌之功，要不是有蜀南王压着，他早就不知道将蜀南弄成什么模样了。前年他还上书陛下，说我阿爹赏罚不公，故意压他功绩。我怀疑他是陛下特意派到蜀南给我阿爹添乱之人。如此说来，我算是帮你阿爹除了一个心腹大患，那是否应该再送我2000金甲，聊表谢意？啊，府中还有钥匙，告辞。看着步书林一溜烟的不见了人，沈西河忍不住心情愉悦的笑了。碧玉姐姐，你说不世子要是个真郎君该多好啊！自从玲珑叛主之后，郡主就极少开怀，少有的几次都是因着不世子。不世子要是真郎君，郡主便不会待他这般亲切。也是。沈西河只当是没有听到他们俩在嘀咕，而是招来了莫远，吩咐了关于对陈家的安排。没过几日，莫远便对他道：郡主，已经有人在对陈毅做局。有人？沈西河诧异又警惕。何人？属下无能，探不出来路。这个时候怎会有人对宣平侯府动手？沈西河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对一个人动手之前，必然要将其了解。宣平侯府据他所知，除了他便没有敌人，至少没有想要宣平侯府被抄家问斩的敌人。该不会轻易枯荣，找个机会送到郡主府，便说是我贺他搬迁。殿下，您还在昏迷不醒中？天山雪莲还没有消息吗？尚无。这才几天呐，从此到天山也需要时间呢。可我想他了。萧华庸许久未见沈西河，突然就想见一见他。田园安静如鸡，不见话茬。孤好转一日，也属常事。天元唇角抽搐，饶是如此，隔日他也不得不亲自搬着一盆万金台到郡主府寻沈西河。郡主，这是殿下让属下送来给郡主。殿下昨夜醒来，今早似有好转，听闻郡主搬至郡主府，以此物贺郡主乔迁。太子殿下醒了。殿下前几日便有梦呓，医师便言殿下梦呓之时神志清醒，昨儿彻底苏醒过来。天元无奈地圆着自家主子的谎。殿下还说，若是郡主便宜，还请郡主今日能入宫一叙。殿下有些话要说与郡主，他身子不好，不知何时又会昏迷过去。到现在沈西河都没有拿到萧华庸的脉案，萧华庸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他一概不知。但这话说的，什么叫做不知何时又会昏迷过去？